据美国媒体福布斯新闻在当地时间5月2日的消息，美军扬言正在为下一场大规模的海上战争做着全面准备工作。在近期，美军就尝试试验了一套全新的战术体系，通过立体式的追踪搜索，锁定敌对目标后，就近地区立即发射制导导弹攻击目标，不给目标留有反应时间。美军还专门将模拟的靶船定义为中国舰队。这一行为在外界看来，就是在假定未来战争中模拟猎杀中国舰队。按照福布斯新闻透露出来的消息，此次的模拟过程中，美军一艘2栖攻击舰对外模拟信号，将自身伪装成一艘中国军舰。随后，美军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无人水下潜航器，先进探测目标位置。与此同时，配合军事卫星和反潜机进行大范围的侦察。一旦目标被找到，在海底提前行动的潜艇、海域附近的岛屿基地、水面舰艇都将在第一时间展开导弹袭击，完成发现及歼灭的战术。事实上，别看美军说的是新战术，但所谓的针对性其实也就是强化体系战斗下的侦察能力，在战争中比对手更进一步发现目标单位，完成攻击。本质上也是美军目前无法有效破解我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下设想出来的一种攻击方式。在此前，美军不断强调开发全新无人装备，研发新一代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就是为了有效缓解我国远程打击手段对美国造成的损失，通过用更廉价的无人机换取我国的导弹库存。美军通过无人机的战损得到足够多的有效侦察信息后，就近展开远程攻击，进而换取我军舰队的战损。都说我军一些装备开发思路是摸着美国过河，在一些装备开发思路上，美国同样也是摸着中国过河。值得一提的是，美军通过无人设备监控我国海上相关动向的行为已经在展开。在今年的4月15日，我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制央视就曾经披露过相关事件。我国沿海地区的渔民在进行近海捕捞作业时，就经常会捞上来一些看起来就很奇怪的铁疙瘩。江苏盐城某地的渔民就在捕捞时发现了一条大鱼，上交相关安全部门后才得知，竟然是一个境外势力恶意投放的海洋无人潜航器，又叫波浪滑翔机，能够对我国水下的潜艇和军舰动向进行监视，并通过卫星远程传输机密信息，在战争时期危害极大。如今，美国似乎已经把对抗中国当成是自己最大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消息都是美国出台对抗中国法案，美国联合多国向中国挑衅等等。而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攻击时，大多采取的是被动防御的姿态。然而这次中国却大不一样了。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称，美国国防情报局表示，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那么问题来了，一向喜欢遏制打压中国的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美国前国防部长表示，如果美国试图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他必须有一个更强大的计划。例如，在遏制中国海军的发展上，美军重启了无人机器战舰研究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军军方已经计划在未来5年内花费120亿美元在海陆空各领域发展无人驾驶技术。毫无疑问，这是未来各国军队重点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随着无人作战武器在战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的作战也必定越来越趋向于无人化。美军甚至还扬言，只要美国能在未来10年内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压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就将彻底被美国所打乱。这真的可行吗？我们知道，美国所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美国持续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中国没有任何反击举动。反过来说，一旦中国发动反击，那么结果还会如美国所预想的那样吗？当然不会。这一次中国转守为攻。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中国在许多研究领域上已经趋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未来中国将会瞄准特定的57项技术，并将在这些领域超越美军。中国所做的这一努力也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关于这57项技术，大多集中在高科技武器装备方面，尽管关于更为详细的领域，美媒并未具体谈到，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猜想得到，能够让美军称之为最大威胁的，一定是最顶尖的武器装备，例如量子科学、生物技术、高超音速导弹等关键领域的军事技术。而中国用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向世界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2050年成为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到那时，中国军方将建立起对美军的绝对军事优势，并支持解放军从第一岛链对美国发动攻击，并将其推向第二岛链。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将能够在更远的地方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
而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周边对美国形成威慑。可见，中国现如今的发展态势已经不是美军想遏制就能遏制得了的。中国对待美国的打压也不再只是一味承受，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对美反击已经开始。在英国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点名，批评起了印度政府，认为造成当前印度国内灾难的已经不再是天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莫迪必须为此负全部责任。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却不断通过挑拨国内舆论和民族情绪，筹划引导国内矛盾，制造中印冲突，时时刻刻想要超越中国。然而时至今日，印度国内疫情崩盘，莫迪才想起来学习中国的应对方式，这已经太晚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其实是一个在英国学界中少有愿意为中国发声的学者，因为多次讲出了与西方媒体相反的对华言论，导致此人经常受到西方舆论非议。网上如今经常看到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最早也是出自该学者之口。而对于当前印度的现状，马丁认为印度对于中国有一种十分扭曲的情感，既嫉妒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又羡慕中国取得了大量成绩，而印度本身又十分古怪的自信于自己只要照搬中国模式就可以取得成功，可几年下来却只剩一地鸡毛，这让印度将问题全部归结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坑了自己。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里或许看不出什么问题，顶多是中印两国关系恶劣。可当印度疫情泛滥时，却主观上否定中国模式，这让印度人民倒了大霉。莫迪作为最核心的责任人，既无能又傲慢，导致疫情在国内始终无法收拢，更让印度没有做好抗疫的准备。等到事态完全不可控时，又出来想学习照搬中国抗疫模式，根本是于事无补。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可能性为零。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全把锅丢给莫迪也不太准确，毕竟培养印度民众的乐观自信上，西方媒体和印度本地媒体可是出力不少。此前网上一直有个段子，鼓吹印度的，说是印度人如果再不努力，上海就要超过孟买了。而到后面的疫情爆发，印度人民天然地接受了中国行我也行的观念。可事实结果却证明，在面对疫情方面，印度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反倒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美国。